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高雄来的 W2011的2.34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W2011到从最后的生产年是1992年到现在。2026已经至少会有35、6年以上的年纪了。那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奥迪、Volvo、BMW， 30年以上的车都面临报废的命运。那其实那个时候的车子也没有Turbo 的引擎，然后像 W2011。它是4缸，编号引擎编号是M102，它是下半身是铸铁的。那一般来讲，像奥迪、Volvo、BMW， 它们没有 Turbo 的话，理论上应该可以使用到30万公里以上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到30年以上的车子就面临到很难发动，或者是动不动就熄火，那开起来很不安心？其实不是引擎钢铁本身的问题，都是供油系统所造成的，供油系统的污染所造成的。那供油系统的污染到底来源是哪里呢？就是油箱，因为30多年以上的油箱里面绝大部分都是铁锈，还有加油站汽油挥发掉以后的油泥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比如说有可能是化油器，有可能是喷射系统，造成堵塞。那因为以前没有电喷没有电子喷射，如果电子喷射的话，堵塞就是喷油嘴堵塞。那机械喷射1990年之前最高的科技的喷射系统，就是我们目前看到这个机械喷射的Bosch 的专利，奥迪。比如说，奥迪的顶阶车种，劳斯莱斯、Volvo， 还有法拉利也都用这套系统。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分油盘碰到的问题就是，经过37、8年以上之后呢，油箱的污染，就好像楼上的水塔，你30年以上的水塔。如果我们也10年也要请水电工帮我们清洗一次水塔，那如果这房子没有人住的时候呢，那个水塔因为没有在使用，没有用水，那油箱水塔里面的脏东西就非常严重了，水龙头甚至都出不了水。那我们油箱的状况就是这个状况，就是这个情形，把供油系统污染的。我们现在来测一次这颗分油盘它的系统的出油量，也就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在大哥机台上面，它1分钟全油门应该是在这个短棒这个位置有175 mol。那在标准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应该在170 mol， 也就是说，这根短棒的下面一点点。OK， 那我们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目前堵塞的状况是怎么样。好，开始，打开定时器，打开定源。我们现在进行的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要在出油要在170 mol 左右，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短棒的下面一点点那个位置。堵塞的话，就是有2种状况，一种就是大油道堵塞，4缸平均出油量都变少，这个状况比较多一点。那另外一种就是4缸供油不平均，那这个就会产生怠速不稳定。怠速不稳定的话，你就是产生抖动就所谓3卡我们就所谓的3卡这样。那大油门堵塞就很容易造成引擎发不动。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
我们看看第一缸，它出货量是很平均，代表它带回到堵塞。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出货量这是只有125 ml 这是125 ml。第一缸122，第二缸125，第三缸125，第四缸125，跟大哥要求的170 ml差了35 ml。如果以这个状况的话，这喷油盘是发不动的，也可能发得动的话，油也吹不上去，所以这个是带回到堵塞。那这个状况的话，如果发动的话，怠速还会稳定，但是油门一定吹不上去了，应该会放炮，这就是带回到堵塞的状况。因为他车主他自备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分油盘的维修包他希望说我们给他更换他的维修包等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编号22246的4缸喷油盘，从高雄来的 W201 4缸喷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车主他有自备那个维修包大哥已经把它换上去了。那这个膜片呢，我们换下来的膜片，我们看到。其实它膜片这边已经有龟裂了已经有一点裂伤了。那刚好也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膜片也把它换掉。那换掉之后呢，喷油嘴四支喷油嘴，大哥经过清洗也是 OK 的那我们也是用它要准备装在车上的喷油嘴来做一个完修后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整修好以后，是不是能够达到大哥要求的，在机台上面能够达到1分钟全油门就是系统出油量能够达到在170 ml、175 ml这个短棒的下面一点点这个位置。OK， 来，大哥打开定时器，打开电源，好，开始。因为这个系统的出油量会绝对影响到我们车子的马力表现因为它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1分钟全油门只有在125 ml左右它是带回到堵塞，4缸都平均在125 ml左右。那以这么少的出油量，跟标准的170 ml差了45 ml，那这车子是很难发动的就是发动的话，油门也加不上去。那经过我们这次整修以后，理论上，因为我们车子整修又好以后，那马力应该会跟原厂的差不多。那车子非常好开，那我们就常常开之后呢，我们油箱就会加汽油所以油箱污染的状况就会减轻。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68，第二缸第三缸170，第四缸172左右这个数据非常漂亮。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是3%左右这个测试数据非常漂亮。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高雄来的 W201的4缸喷油盘，编号22246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
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我们这颗分油盘它的代数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代数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2246，从高雄来的 W201的4缸变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在180，第2缸180，第3缸180，第4缸178。哇，这数据也非常漂亮。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也在3%以内，成绩是非常优秀的。那这颗分油盘回到高雄之后呢，那个保养厂的师傅他要做的工作，第一个把它装上去之后呢，引擎应该是可以发动，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做流量测试，也就是说，我们引擎汽油泵从这里进油从这里出油从这里出来，从这里出油，这是回流管。这1分钟从这里出来的油量要在2公升以上。那如果油箱污染的话，那它汽油泵进来的压力够的话，汽油泵好的话，但是它的量不够，回流量也没办法达到2公升以上。这个时候分油盘的供油量就不足了，所以要检查这里流出来的回流量，回流到油箱的回流量一分钟要在2公升以上。如果回流量不足，那我们第一个要确认汽油泵是 OK 的汽油泵没有老化，但这种情况比较少。最重要，我们要检查这个油箱堵塞的状况。那油箱堵塞的状况呢，就要采油箱滤芯，或是从汽油泵的油箱下来那条管子，那看它流下来的量是多少。应该要有差不多我们一般水龙头开中等流速的那个量，而且要持续，差不多要10-20秒都是那个量。基本上这个油箱才没有堵塞。如果油箱堵塞的时候，那就要清滤芯、滤网滤网清了以后，也许如果严重的话，可能油箱要整个拆下来清洗。那最重要是要检查回流量。那之后调整怠速的时候，引擎怠速的时候呢，这一点就非常重要。那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的怠速马达要拔掉。怠速马达先把它拔掉，不要让它有提速的动作。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怠速混合比螺丝，我们希望它能够调到引擎的最高速。那怎么做呢？如果是逆时钟的话是油量增加，逆时钟油量减少，顺时钟油量增加。但一般来讲，大哥的做法就是不管我们油量增加还是油量减少，都是以45度为一个单位，这样45度看它表现，退油的时候45度。那原则上我们要达到转速的最高点。那转速最高点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确认它是不是最高点的时候呢，那怎么确认？我们退45度看看它转速是不是降下来。转速降下来的话呢，刚刚这一点是 OK 的。那如果说我们转速如果在那个油量在增加45度的时候，转速没有改变，那刚刚这一点应该是 OK 的。那如果说我们油量在增加45度的时候呢，转速更高一点，那这一点更好。那如果再增加45度，转速降下来了，那这个就不对了，要维持到这一点。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确认转速最高点的时候，我们再退45度，转速应该降下来 ，OK， 那没问题，这个就是最高点的
我们要求的那个混合比的位置，这个时候再把怠速马达插回去，插回去可能会熄火，这是正常现象。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它整个的表现。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请保养厂直接跟大哥的电话，也许要视讯来沟通。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